别再用体力的勤奋去掩盖思维上的懒惰。很多人读了一辈子的书，却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是因为他们没看清楚规律。我是点点思维，今天我们要拆解这本书，将会彻底撕开现实的假象，终结拖延症的一段历史。拖延症是人类历史中一个古老的问题。早在希腊诗人赫西厄德和罗马哲学家塞内卡的著作中，就曾提到过这种凡事都留到以后再做的癖好。在两位作者看来，为了执行任务而浪费时间，是导致生命飞逝、庞佛从手中滑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拖延行为是通往圆满生活的一大障碍。许多研究证明，困扰人们内心的愧疚感和遗憾，其最大原因通常与没去做的事有关，而非实际做过的事。因为把所有事情留到以后而失去机会，是一种时间的浪费。而这种想法每天都会出现在我们所有人的脑海中。谁没在清晨按过手机闹钟的贪睡按钮？有的话请举手。当你拖延时，你失去的是原本可以投资在有价值事物上的时间，而这种浪费是无法弥补的，因为时间不会倒流。当你打败这个在懒惰、疲惫或缺乏动力时诱惑我们所有人的敌人，你执行最困难任务的能力就会随之提升。但在战胜敌人之前，我们需要深入了解它。在今天，拖延的幽灵是如何折磨我们的？当今的决策瘫痪时代，尽管现代生活节奏飞快，但这个世界已变成了拖延症的温床。谁有能力不把事情留到以后，谁就能在竞争中领先好几步。在一个竞争日益激烈、好机会越来越稀缺的社会中，这是一项至关重要的资产。想想20世纪与21世纪之间生活方式的变化，平均寿命增加了1倍多，婴儿死亡率降至极低，暴力大幅下降，军事冲突是历史上最少的。我们还拥有了前人从未见过的即时通讯。透过网络，我们可以阅读世界各地的讯息，与数千公里外的人交谈，在家购物并等待送达，甚至学习语言或高等课程。这一切都只需指尖一碰，一键达成。这些是其他世代一生都没有过的数百万个日常机会。拥有这一切让我们产生了时间也随我们处置的错觉。但时间不会倒流，一天依然只有24小时。对与数百万年前相同的时间长度来说，现在的变化与刺激实在太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觉得时间掌握在自己手中，任凭处置，该如何抵抗拖延？如果选项多到数不清，又该如何决定该做什么？透过奖惩制度获得动力，我们经常被迫执行一些对自己毫无意义的任务。花时间履行不喜欢的义务是许多人在工作时间的日常履行纯粹的官僚职能，无法满足内心的渴望。这类任务通常被视为令人不快且缺乏动力的，这剥夺了在期限内完成任务的所有冲动。避开这些乏味活动的一个好方法是设计奖励与惩罚。这几乎像是一种心理小诡计，它看起来像小孩子的游戏，但这种外在动机会启动推动我们的本能。为执行最无聊的任务设定目标吧，即使是小小的奖励，也能刺激你的大脑，不把事情留到以后。而惩罚，无论多么微小，都会让潜意识记住不履行约定会产生糟糕的后果。这在涉及个人内在转变时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积极目标的动力，当执行日常任务的动力是积极目标时，生产力很有可能会提高。但相对的，在自动导航模式下，为了不受罚而执行任务、完成任务，并不会带来持久的幸福感。目标尽管对企业的月度数据而言是必要的，却往往会导致挫败感。透过目标来获取动力是具有欺骗性的，容易让我们感到深深的沮丧。感到动力去养成习惯的最好方式是内在动力。为此，你需要停下来思考你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是什么带领你来到这个工作场所。只是为了钱，还是你在这里有一个职业生涯规划？当拥有内在动力时，没有任何拖延症强大到足以阻止你去做该做的事。建立习惯，这本书已经过半，现在我们要谈谈执行不愉快任务这件事。没办法，
你不可能永远逃避它们。有些任务只有在执行初期具有这种特质，随着时间推移，你会渐渐习惯。乏味任务带来的情感影响各不相同，但事实是，对工作的厌恶和复杂程度越高，你面前完成这项艰困任务的障碍也会越大，大到像一头大象。为此，你需要建立新的习惯。维持现状会让你保持惯性与瘫痪，必须让大脑习惯这些无聊的工作，直到它们被大脑自动化。不知道如何纳入新习惯来克服拖延？别担心，我们会帮你。习惯清单这个工具非常简单，但对人对抗拖延症、培养纪律至关重要。建立习惯清单有助增强意志力，让你不再推迟重要的事。每天只需3分钟，你就可以在纸上列出所有你需要的显著且持久的重大改变。这样一来，你的大脑就能理解如何战胜软弱，你会开始行动并获得培养新习惯的力量。不论需要什么样的工作，你都可以将新习惯纳入其中。从早起、戒欠、停止按闹钟贪睡按钮、不暴饮暴食、减少上网时间或戒酒。选择一个新习惯，而停止拖延也可以是其中之一。为什么不呢？填写这份未来生活中的新习惯清单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新习惯，这是通往没有拖延症的新生活的好步骤。习惯清单如何运作？它非常简单，就像一张每天填写的表格，可以手写，也可以用电脑制作。每张表格对应1个月，行代表天数，列代表习惯，为每个要建立的习惯命名，同时为这些习惯设定一个最低目标。请记得设定一个较低的目标，以免产生情绪厌恶，增加拖延症露脸的机会。好了，现在只需将这种渐进的改变付诸实践，迎接新生活。拖延的终结与你的新开始，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想达到什么目标？如果无法回答这2个问题，感到沮丧并导致拖延的机会将大大增加。不论你了解多少理论模型或科学基础，如果不根据自己的特质知道该走哪条路，一切都会变得更加困难。如果不知道终点在哪，没人能赢得比赛。对抗拖延症是一场日常战役，无可避免的，你会在起床时感到沮丧，想要赖在床上睡一整天。但那是你想要的吗？如果你屈服偏窝在被窝里的念头，难道不会对你的财务和职业生活产生可怕的后果吗？就像你小时候必须习惯早起为目标奋斗一样，每天战胜拖延症也是可能的。你还要留到以后吗？最终结语：如果你是那种总是把事情留到以后的人，这本书给你的教训是，这是一个选择问题，而且完全可以改变现状。采纳新习惯，并更深入理解拖延症的运作方式，对 BERT 实现一个能准时完成任务、减少延误的生活至关重要。不要把今天能做的事留到明天。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民间谚语从不说错。小故事：老钟表匠的最后1秒。在一个古老的小镇上，有一位著名的钟表匠老皮。老皮的店里挂满了各种精美的时钟，但他有个坏习惯，他总爱把最困难、最生锈的闹钟修理工作留到明天。有一天，一个年轻人带住一只坏掉的怀表来到店里。年轻人忧心忡忡地说：“老皮师傅，这是我祖父留给我的，它停在了10点10分，已经停了10年了。我每天都想住要拿来修，但我总对自己说，明天再说吧。结果一晃眼10年就过去了。”老皮看住那只怀表，庞佛看到了自己。他想起自己桌角那叠堆积如山的账单，以及答应老伴要修好的门把，那些事情也都已经停滞了许久。老皮没有收下怀表，而是当场拿出了工具，对年轻人说：“我们现在就开始，不是因为这很简单，而是因为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这只表就会再停10年。时间不是给我们处置的，它是从我们指缝间流过的沙。”老皮当场拆开了齿轮，发现里面只是卡了一颗小小的灰尘。10分钟后，怀表再次发出了清脆的滴答声。年轻人惊喜万分，
而老皮看住转动的秒针，转身在那张堆满杂物的桌子上贴了一张纸，标题写住老皮的今日习惯清单。第一行写住绝不对闹钟按下贪睡按钮。他意识到终结拖延并不需要什么魔法，只需要你愿意在这一秒对抗那一刻的懒惰。当他听住店里几百个时钟整齐划一的滴答声，他知道他终正拿回了自己人生的主导权。想让表现更进一步吗？我们建议补充阅读，成功是可以训练的。OSUCESO Train in VL。 在书中，你将获得应用日常生活的实用技巧，从而获得更好的工作成果，在竞争中脱颖而出，并飞向更高的目标。如果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启发，别忘了点赞订阅。我是点点思维，我们下期见，用更深的视角看懂这个世界。